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导演组呢认为是明日女神，但其实呢，在很多熟悉影视作品的影视发烧友心目当中，她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的女神。为什么刚刚说了那么多春天、夏天的事情？我们掌声欢迎春夏。春夏，你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有觉得现场的观众对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你觉得？我太紧张了，没来得及感觉大家的反应。没来得及感觉大家对你的反应。没关系，因为好像大家没什么反应。我也觉得。因为之前来的都是已经大家很熟悉、非常喜爱的，然后呢，他们的作品每个人都如数家珍的这样的男神女神。但是今天的春夏是在业内有口皆碑，但是很多观众可能看的还是个新鲜的面孔，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好像有做一件很酷的事情。业内有口皆碑。因为他凭《踏雪寻梅》这部作品获得了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后。我们节目之前来的影后算多的吗？马东老师，一般都是得了影后来，要么就是来了以后回去就影后了。哎，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们来这位呢是，跟他同年级的还有2位影后，她是金像奖的影后，金马奖我们知道这一届呢是2个95、90后的影后，一个是冬雨。一个是马思纯，那么我们呢是一个不去横向比较的节目，我不会问你谁，比如说颜值最高啊，演技最好。我想问一下春夏，马思纯、周冬雨、春夏，你们3个里面，谁的颜值第2高？我想想啊，那这道题算难吗？这个问题我没想过，因为我们90后从来不去排名，就不在意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不是你之前有排过名，现在是一些70后的老人家问你，现在临时的来排，逼得我把年纪说出来。老人家还特固执，老人家好固执。现在不是说你之前有心中的排名，是现在临时请你给个场面话，在奇葩说场面话，在奇葩说这个场面，请你客套一下。请问谁的颜值第2高？颜值第2高呀？你觉得呢？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题目极其肤浅无聊。我也觉得。好，不问。请问我们前第3好不好？请问这3个人里面谁的演技第2好？哦，这个有深度了吧？是吧？是，以专业的立场是可以讨论的事。对呀。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学过表演，所以我还聊不了这么有深度的问题。等一等，这话有玄机。有什么玄机？没有学过表演就得了影后，那比学过表演才得影后的人，岂不是高上一筹？啊，你是这么觉得吗？我没有这么想。刚才上场之前，导演组跟周冬雨沟通，他说演技你第2高，你觉得呢？哦，这是他的原话吗？对呀。刚才马老师，刚才你停顿的那1秒钟，我看到良心在闪光。你才有良心。他这个应该也是场面话，因为我上次问他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怎么说的呢？我忘了。来问一下春夏好了，你刚刚说你没有学过表演，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机缘巧合你已经开始做演员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准备坚持做演员多长时间？你有目标吗？在表演这条路上？没有目标，就是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活多久，所以觉得活多久就做多久吧。迄今为止，你坚持的最久的事情是什么？坚持的最久的事情是坚持睡懒觉，然后永远都不做体育锻炼吧。这应该不怎么需要坚持吧？但是我只有就凭着本能活着就行了。我跟你说，因为你是第一次上节目，通常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很客套的说，我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就是看《奇葩说》。哎，
我觉得看《奇葩说》不需要坚持，他这个真的是本能。我真正把一个纯真的少女逼到这里，让人家讲场面话吗？讲成这个样子的场面话。哎，马东老师，您坚持的最久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一生当中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对不对？对，我这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就是喘气。太无聊，有道理没营养，没营养，没营养啊！康永哥，您呢？我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应该是昧着良心拍女生的马屁吧。这个会很难吗？这挺难的。有的时候，有些人新剪一个头发很丑很丑的时候，你还是得对着他说：“你这个新发型真好看。”康永哥对我昧良心一把。我不是称赞你那套睡衣很漂亮吗？哎，康永哥，刚才上场之前你跟我说春夏很聪明，春夏很聪明啊，这不是，这不是昧着良心，这不是吗？那请你昧着良心夸他一下。你的发型很好看。我觉得看到春夏是没有办法昧着良心的，它会激发人的良心。老司机套路太深了。那个马东老师，你不想问问我吗？啊，不用了。今天啊，哎，你对他好一点。你确定你不想问问我吗？我今天连续有2场的辩论，所以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脑子里现在是一片空白。导演组上来之前跟我说：“你记得啊，要 cue 何老师，因为我们安排了一个环节。”你看，到目前为止不用了，何老师继续。何老师啊，请问，到现在为止，你的人生当中坚持的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不想答。你们幼稚不幼稚啊？我看你怎么演后面的活动。哎，那我来吧。那我这样，我端出来。来吧。说实话，我也43岁了，所以怎么可能？怎么可不要骗我们？哎呀，康永哥，你不是只对女明星昧着良心吗？你不是女明星吗？我已经43岁了，我你还来一遍？来，镜头往里推，没有问题，特写给上。我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就是年轻。拍马屁的话，自己说出口有多悲惨？没有，后面还要引那个植入。哦，是吗？对，后面有植入。后面来对不起，我再说，你看没有，不紧接没效果，不紧接没效果。再来一次。我坚持的最久的事情就是年轻。确实是这样的啊。何老师一直坚持着年轻，因为我们的赞助商美年达一直是聘请最年轻的偶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啊。何老师和他们的快乐家族一直是美年达最年轻的标志，直到最近被一位老艺术家取代了。那个老艺术家叫刘昊然但是今天美年达特别有心，为何老师这个年轻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他代言美年达50周年纪念。是一个什么？乌龟壳吗？龟壳。打开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哎，这个里面哎，果然是有一个美年达的这个果味汽水，但重点是什么呢？是什么？1个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打开这个龟盖看到了1个亿，您打开美年达果味汽水的盖也有1个亿的红包，任您来拿。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儿童不够大，别喝美年达果味汽水，谢谢。喝汽水送1个亿红包，这是真的哈。另外呢，我们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也是真的。还有我们奶后土真言的蒙牛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当然也是真的。好了，我们来
来看看今天的辩题，请看短片。韩剧有三宝：车祸、绝症、失忆鸟。失忆症这种现实生活中匪夷所思的病症，在电视剧中为男女主角的情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万没想到，我身上也会发生这种狗血的剧情。我的那个他，在我们相识的时候，是一个已经失忆的人，他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失忆前发生的人和事。尽管如此，我们相爱后依然过着像王子和公主一样的生活，有车有房，有证有娃。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然而，现在我手上却出现了可以帮他一键恢复记忆的按钮，于是我就很纠结。按了按钮可以帮他恢复记忆，我们之间的回忆并不会因此消失，他也会拥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生。可是我们现在生活美满，谁知道恢复记忆后会发生什么呢？万一他恢复后要离开我，那我跟娃的生活不是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爱本来就是自私的，况且谁也不知道那记忆是不是他想要知道的呢？所以和失忆的人幸福的结婚生子，现在我可以一键帮他恢复记忆。这个按钮我拍还是不拍呢？我真的心里很胆触，就是我怕没法引发共鸣。然后我还怕过度的自我陶醉。就是我知道我们这边都是就是告诉大家一些道理嘛，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辩手该做的事情。但是我听说他们这次想跟我们走一个哭的点，哭很难打，对吧？我不喜欢他们这样。我说辩手要做到哭很难打，催泪弹多难发，我就没发过。好，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我也想啊，怎么办？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在请出今天下凡导师之前，首先请我们现场的2万多名观众来做出你们的决定，正方是要，反方是不要，请选择。星星争夺战。本赛段每场比赛结束后，获胜队得奖金。导师和嘉宾从获胜队选出一位表现更可爱的奇葩，送上加1分的荣耀黄星星；从落败队选出一位表现不够可爱的奇葩，送上减1分的羞羞黑猩猩。赛段结束后，行星积分榜排名前4位的奇葩和导师商议选出的另外4位奇葩进入决赛赛段。3、2、1，好。有44位支持正方，56位支持反方。那么今天我们下凡的2位导师呢？2位用小米手机亮出直方，马东老师是正方，要恢复；罗振宇老师是反方，不要恢复。也来了解一下台上的2位导师的观点好了。好，全玲作为一个女性，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要还是不要？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我喜欢罗胖啊。蔡康永老师，要您呢？我听春夏的。好，春夏，你的观点呢？我觉得要恢复。为什么？因为我对罗老师有不美好的回忆，然后我比较喜欢马老师。好了，赢了，这集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好，谢谢大家。好，所以你刚刚说到跟罗老师有不愉快的回忆，其实只是一个比喻，对不对？不是，是真事儿。他怎么伤害了你？你说。因为我过年回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出去旅游，结果在路上，我姨夫就全程都要放那个逻辑思维听，就是我们无法睡觉，然后就睡眠中都是听到那个逻辑思维那个声音，就不停的就是轰炸你。不可能啊！除了你们家之外，别人听都睡啊。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期罗老师在讲什么呢？好像说孩子是天然弑父的，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睡觉，我就觉得，哇，我那个新年过得很有点。哎，大过年的，你给人讲俄狄浦斯情节，为什么呢？他一定听到了一个假的罗。你听的是罗永浩那一个。刚才只是春夏的一个直觉，你中间可以随时发表你的观点，好不好？那根据少方先发言的原则，所以我们先要请正方的一辩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正方是好，蔡聪，欢迎蔡聪。我们不是赢了吗？其实失忆这种事情，就像刚才小飞你们说的，韩剧3宝嘛。然后
大家在生活里面应该没有这种失忆的经验吧？应该都没有哈。我也没有，但是不过没关系，我有失明的经验。然后我不光有失明的经验，我还有伴侣失明的经验。所以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按钮掉下来，说让我能够按下去就恢复我太太的视力，其实我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就和小佩你们说的这个失忆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我太太呢特别喜欢我们家女儿，当然我也很喜欢哈。然后呢，她会经常抱着女儿出门，周围的人都会说：“哎呀，这你们家孩子长得好可爱呀！你看眼睛这么大，下巴还这么尖。”然后我太太回来之后呢，晚上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卧室里面，抱着女儿，然后会用她的手一寸一寸地抚过孩子的面庞，然后说手感还挺 Q。然后这个时候他会跟我说老公，哎呀，如果我要是能够看见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子，那就太完美了。这个时候我通常都会犯职业病，就是我总是想给他展开一段7分钟的演讲，试图告诉他说，看不见其实没有什么，只是换了一种活法。然后呢，我太太这个时候不等我进一步展开，她用一句话就直接把我掐灭了。她说：“我知道你说的都对，看不见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有一个机会放在你的面前，你真的不好奇说我们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你真的不好奇想看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吗？”所以扪心自问，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我在理解说，如果一个失忆的人面对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他的想法应该和我是一样的。他可能会想说，我的过去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真的挺好奇。当周围的人拿着照片在那讲，哎，这是我的谁谁谁，我和他曾经干过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可能会想说，为什么我的面前有一张让我感觉莫名熟悉的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他到底是我的前女友还是我的后妈呢？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我是一个当事人，可能面对这些问题，其实我会没有什么理由说我不恢复。那么作为一个伴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阻止他呢？可能我仔细想了想，就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太重视这份感情，我非常的患得患失，我会担心说，如果他恢复了视力，不要我了怎么办？因为我太太虽然是一个盲人，但是她居然是外貌协会的。她平时会跟我说老公，虽然我看不见你，但是我知道其实你长得特别帅，非常的温暖阳光，并且还特别年轻，就跟何炅老师一样。然后我就这个不是拍马屁哈，这是真的，我非常同意，我有良心的何炅老师，看出来了，大大的良心。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按下了这个按钮，然后我的太太视力砰一下恢复了，然后她一睁眼，哇，老公，原来你只有何炅老师的一半呐，没有何，只有炅。那她会不会就直接就弃我而去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稍稍的做出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我不告诉他有这样一个按钮，我悄悄的把它毁掉，这样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对不对？可是我一想到说，晚上我还要去看到我的妻子一个人去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漆黑的卧室里面去摸孩子的脸，去想象说，如果我能看见他，那这个事情该会多美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内心有一些不安。我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卑鄙了？因为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悄悄的偷偷的就剥夺了他人生中本来唾手可得的最美好的渴望和希望。可能我晚上会睡不着，一方面是因为愧疚，而另一方面呢，
可能因为我会陷入一种恐慌，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会特别害怕说，如果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所以，可能晚上我必须要等到他睡着之后，我再睡，然后早上在他醒来之前，我就一定要醒过来，因为我会害怕我不小心说出我内心的担忧。所以大家看，其实在我用毁掉这个按钮，然后试图去保有说我们已经拥有的这种平静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已经亲手把我的幸福给毁灭掉了。所以我想说，如果我的伴侣失忆了或者失明了，然后我有一个机会能够让他恢复的时候，我一定会帮他恢复。谢谢。好，我们看看反方如何接招。反方一辩是大王来。蔡老师的故事很感人，他讲了很多失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失明好像跟失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呢，我觉得这道题啊，讲的是爱情。我最近非常迷恋一个身份，就是辩手，但是我今天打算换一个身份，我跟他讲一讲爱情。所以今天我是你们的情感专家大老师。大老师想跟大家讲啊，我们在《奇葩说》里其实探讨过很多次情感方面的问题，该不该向伴侣坦白我们的恋爱史？该不该偷看男友的手机？哦，不对，该不该偷看男友的小米手机？该不该删掉男友手机里前任的照片？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说的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这个题里面完全不是问题，因为我的男人他失忆了。你想想，他没有前任，他没有恋爱史，你再想想，他都失忆这么久了，也没有个人来看他，他人缘得有多差？懂吗？他连朋友都没有，他只有我。大老师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啊，你们想想，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伴侣眼中的唯一？哎，好不容易给我逮着这么一个失忆的，是不是呀？哎，一般都是韩剧里才发生的，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对不对？我怀疑他是被你打失忆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失忆的，反正我就心想，哎，这个男人，他以前的人生是没有别的女人的，而且你想他以后的人生认识的女人也在我的监控范围下，那我为什么要手贱帮他恢复记忆呢？我没有那么傻。哎，你想想，我如果帮他恢复的记忆，万一按照他以前的审美看不上我怎么办？万一他发现他以前喜欢的不是我这样的，可能是蹦蹦那样的，也有可能是臧鸿飞那样的，啊，他们是一样的，差不多一样的。就是有些区别，对吧？哎，然后恢复了记忆，看不上我，看上别人，然后咔跟我在外面搞事情，不行，坚决不能恢复。我不仅不帮他恢复，我巴不得给他删掉一些回忆。一般这个时候呢，情感专家会跟大家分析一些感情的案例。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情经历。我交过一个外国男朋友，来自遥远的阿塞拜疆，长得非常的帅。然后呢，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谈过几个女朋友？然后呢，他就认真的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亲爱的，既然我们决定好好在一起，那我要对你真诚。135。跟大家翻译一下啊，135个，135个，大家想想什么概念？哎，都过100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说明这个男人记忆力非常好。这真的，我过了10个我就数不清了，130个你能记这么清？那你这135肯定是经常时不时就会出现在脑海这样过一过。我跟你讲，我这人很自私的，我接受不了。而且爱情本来就是很自私的，哎，但是
我对你自私呢，我也允许你对我自私。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其实我也忘了我的过去啊，我也忘了我以前谈过恋爱，我也忘了我以前有过别的男人，哎，我也失忆了。重点来了，一段好的恋情，其实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失忆。我在谈过那么多次恋爱之后呢，我也总结出了一些爱情的真谛。我发现啊，在这个爱情里面，真正的杀手不是距离，不是猜疑，是比较。你忍不住的会去比较。我谈过最短的一个男朋友，非常短。难怪啊！在一起交往的时间非常短，只有7天。但是呢，这个人其实我后来想，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现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总是忍不住的会去比较。我知道我这样做比较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人有时候忍不住会去比较，你的那些画面、那些记忆，忍不住就会出现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做检讨，我觉得这样不对。所以之后每一次我有了新的恋情，我就会在家里进行一个仪式，叫做焚烧前男友。我会把跟前男友所有有关的东西，照片啦、礼物啊，通通塞到一个大袋子里，然后一把火烧掉，然后强行的自我催眠，去删掉脑海里面所有跟这个男人的回忆，对吗？你就是要忘记你的过去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爱情哲学家说过一句话，很有文化：望自心中绕，前缘尽勾销。这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白素贞教给小青的。哎，你们认真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过就是一段恋情，是让你们可以谈得忘乎所以的，是可以让你们谈的，好像眼里只有彼此，忘掉全世界的？有没有过一段感情，你会忘了你过去在感情里面受到过的伤害？有没有过一段感情，你发现自己真的忘了过往？你有吗？你有吗？别讲。有。反正我没有。不是，我没有，很多人也没有，但是我们向往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加油啊！如果我结婚生子，我的那个男人做不到让我失忆，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不够幸运。如果我的恋情我做不到让那个男的失忆，我觉得是我不够努力，你懂吗？我想努力，更努力。我想我们的眼里只有彼此。所以我真的不会恢复他的记忆，因为我也不打算恢复我自己的记忆。我们本来就应该，好，我不打算恢复他的记忆，也不打算恢复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一对失忆的情侣。来 ，everybody 举起你的右手，以上。2遍上之前，我问一下春夏，你觉得烧掉前男友的照片就会忘了那个人的存在吗？我觉得没有用，就是我觉得真正的记忆是在心里的。而且刚刚大王说的时候，其实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其实比较是大王，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站在正方嘛，就是正方我会紧张，望自心中绕，前缘尽勾销。你刚才是对我们的女神做法吗？一些祝福的语言。这问题出在他那边是因为要比较是吗？我觉得，你现在是觉得如果他有135个之前的女朋友，你觉得很痛苦。可是如果他失忆了，然后是你有过135个男朋友的话，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他觉得自己之前像没有交往过一样。但是你交往了135个人，然后他就会很理直气壮的不停的可以去数落你说，哎，你交往过这么多的男朋友，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做过。我觉得记忆和生活经历应该是平等的，然后这样才会有一个平等的交流和关系。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这个也正好印证了大王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我可以不帮你恢复记忆，但是我也尽量的忘掉我的过往。我们两个就是像傻子一样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对。好，我们看看我们正方的以上。今天我要向大家坦白一件事情，我有病。除了狂躁症之外啊，前2集你没看，因为我告诉大家我的绰号叫疯狗。除了有狂躁症之外，我还有一种毛病，我觉得这种毛病大家跟我一定都有的，叫被害妄想症，你们有没有？哎，像我这样一个有严重被害妄想症的人，怎么可能跟一个失忆的人过上那么幸福的生活呢？就我每一天过的都是恐怖片啊！你想看，像大王说的，他英俊潇洒，他风度翩翩，是吧？他还只爱我一个，他失忆了，而且婆媳关系也解决掉了。天上怎么会掉下这么大个馅饼打到我头上？这感觉不太可能吧？我害怕的呀！你想啊，我们幻想一下，回到家里边啊，看到他的磨刀。干这事儿，我说老公，你在干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磨刀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内心的平静。我啪叽，这个时候有个按钮，机恢复了。我老公原来以前是个卖猪肉的，是吧？因为这什么问题啊？人啊。就算你不恢复记忆，你的身体的肌肉啊，还对这些东西是有记忆的细胞的，是不是？哎，你说像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惶惶不可终日啊，把自己吓得要死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一刀，好不好？不要钝刀子剁肉，这是一种折磨。快点给老子来一刀，是骡子是马的，拉出来溜溜，管他是什么，结局又如何？哎，大不了我们一起扛好了呀，是不啦？担心什么？怕个屁啊！大王真的好可爱，他跟我说这是道爱情题。来，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在我眼中，这道题是残忍的现实和虚幻的美好。你要选哪一题？这道哲学题呀，philosophy呀。真实和假象，我挑哪个？我一定挑真实。我开心就笑，我难过就哭，我生气就骂人。但是呢，真实非常的残忍。为什么它残忍？我一直考虑我们真实的东西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真实。怕真是什么？我们害怕的面对的是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会怎么样嘛？妻离子散嘛？变态连环杀手嘛？ICS 中情局嘛，大不了史密斯夫妇嘛，大家一起嘛。怕什么？我怕，我什么都怕。你看我长得像大鹏展翅似的，我内心就是一个小鸟依人。我真的什么都怕，我怕走夜路，我怕变老，我怕我的父母离开我。我特别害怕奇葩说，因为到今天这个阶段了，我范甜甜作为3朝元老，我特别怕你们说我不行了，江郎才尽了，有理不在身高，不拉不拉不拉，我害怕，我真的怕，我想逃走。这个时候，人生来了第2个选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面对真实，面对残忍，面对你内心的恐惧，我们还有2个选择，一个是扛，一个是逃避，你选哪一个？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精神领袖马东老师，因为前2天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哭丧着脸，我说马老师我怎么办？马老师笑嘻嘻的看着我说：“甜甜啊，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扛啊。”也没给我什么实质性的建议，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也知道要扛啊。就是我们人生，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啊，碰到问题是没有解决答案的，是不是？我们只能反过来选择。反正我知道一点，我不能再逃避了，我没有时间再逃避。我30几岁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我们要扛啊！
这是一个哲学题。如果有这个按钮的话，我一定要恢复他的记忆。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有难同当嘛，有福同享嘛。发生什么最糟糕的事情呢？你变成连环杀手，我送你去警察局嘛。不要着急，我也去投案自首，我窝藏罪，我陪你一起坐牢。当然，他可能会有老婆、有孩子、有家人。我这种人，我怎么会舍得让你难过？怎么会舍得让人家妈妈没有孩子？是不是？老婆没有老公，孩子没有爸爸，我买张机票，我陪你一起去，我带着我的儿子，给你选择。你看，你挑谁？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这个世界上，只要还能吃饭，只要还活着，什么扛不过去？我就不相信了。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为我的选择负责任，我选择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内心的恐惧，我选择扛过去。那么接下来，到你们选择了。以上。现在结尾都要以上才显得帅，对不对？到底乙是谁啊？怎么老是上啊？好，这回到我们反方的以上啊，2遍刘楠。甜甜刚才讲的是一个特别的小女孩的个例，我来给大家讲讲通用。失忆是怎么回事？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失忆是人的一种应激反应。什么叫应激反应？人的大脑皮层，在你受到忽然的巨大的心灵创害的时候，它会主动的保护你，它会主动的帮你消除一些记忆，好让我们有勇气可以继续走下去，对不对？我在《奇葩来了》的那个会上，我讲了一个事情，就是铠甲。我记得当时何老师问我说：“你是怎么长出铠甲的？”我说：“那铠甲都是你先受到了伤害，然后你那个肉身磨出来的，肉里面长出来的。今天我是一个失忆的人，我是应激反应的失了忆，你要帮我找回记忆。那铠甲不是说脱就能脱的，你再拿刀一刀一刀的片这个肉，一刀一刀把它往下割，割得我血肉模糊。我痛不痛苦？你作为我的另一半，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苦？这是我应激忘掉的记忆，对不对？所以它是一道医学。我觉得这个题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一条脑洞题。我要学黄志忠老师说，脑洞题是什么意思？脑洞题就像应用题，比如说把6只鱼投喂到3个池子里，平均每个池子几条鱼。它的关键不是什么这个鱼是什么品种，这个池子有多大，这池子里面有没有海水还是盐水，不关键，对不对？关键是6除以3，是吧？所以这道题的关键是什么？这道题的关键，实际讲的是婚姻的不确定性。它讲的是婚姻的不确定性。我今年正好结婚7年。人们经常说你会养一养的。我今年正好参加了一个女企业家的那个沙龙啊，女老板沙龙，里面很多女老板都非常厉害，比我厉害多了，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什么的。你们知道女老板在一起比什么吗？不是比包、比鞋、比珠宝，甚至不是比自己谁的公司做的牛，谁的公司上市了，而比的是谁的公司上市了，我居然还没离婚。我不是以一个结过婚的人在这里说教，但是我结婚7年之后，我有一些感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姑且听一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婚姻的真谛是什么？婚姻的真谛是不折腾，是不折腾。婚姻最后能走到最后的，不是那些当初爱得死去活来、天雷地火的人，是那些特别懒的人，是那些你跟他相处起来感觉到不累的人，对吧？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地位，我也不在乎你有没有钱，我甚至不在乎你有没有技艺，你怎么样都行。我不会改造你，我不会要求你，而你对我的这一点也非常 OK， 很舒服，这样的婚姻才能细水长流地走下去。今
今天我们这辩题上面写的很清楚，他已经幸福的结婚生子了。婚姻的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抱歉，婚姻不是为了让大家爱得死去活来，也不是说让我们寻找个人的意义。这是婚姻，它是一个很俗气的东西，它就是为了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既然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干嘛要去按那个按钮？婚姻的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点是，婚姻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替别人去做那个决定。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的界限的。尽管我们是两口子，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我们结婚了，它只是我们各自的人生有很大的一块重合部分，但它不是你的全部人生。所以你需要拿捏一个界限，拿捏一个非常需要仔细去拿捏的界限。像这道题，失忆，一个人的记忆是他的人生，你为什么要帮他去做这种决定呢？对吧？你需要给他空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所以讲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这道题很奇怪，为什么他问就是我要不要帮他去恢复记忆，对不对？是不是有点奇怪？难道不是说这个人要不要自己恢复记忆，对吧？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摁这个按钮嘛，很简单了嘛，对吧？哪怕他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应该告诉他？我可以帮他搜索资料，帮他分析利弊，但是请他自己去做这个决定。但这个题没有这么问，这个题直接就把这个责任拍到了我身上，我要不要帮他去摁这个键？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是我的事儿啊？为什么是我的事儿？大家想过吗？为什么这个题直接问我？我左思右想，只有一个可能，因为他做不了这个决定。他为什么做不了这个决定？他左思右想，他最怕的是伤害到我，对不对？因为找到记忆这件事有可能是好事，如果是好事我们就不要讨论了。但找到这件事有可能给这个家、给我们的婚姻、爱情、孩子、父母带来那么多的变化。他怕他承担不了这个做决定的责任和压力，他怕伤害到我，他怕伤害到我们的婚姻，所以他不做这个决定。我已经很感激了，那么我也不做这个决定。这个题，你除了做决定按这个钮之外，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他也不做决定，我也不做决定，我们共同就把那个按钮留在那里。以上。所以这一题原来是一个侦探题。好棒啊！这道题每个人有完全不同的，不是破题的角度，连题目大家看到都是不同的题目。是。好，那下面到思达来，请。刘楠今天是没有观点的，因为他的观点完全听自己伴侣的。伴侣想要恢复，刘楠就帮他恢复；伴侣不想恢复，我就不给他恢复。您为什么是反方呢？今天我们正方是要恢复，那如果伴侣想恢复，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同意要恢复？就这么简单，对吧？所以，我听到这儿吧，我就觉得特别的无聊。大家想一下对方的剧情。这个电影一上来开始，女主角失忆了，所有人都很好奇她曾经发生了些什么。好死不死，这个世界上只有一颗按钮落在了她男朋友手里。女主角来寻求帮助，男主角说：“我不要！”啪嚓摔了。我的妈呀！全剧终。大家想一下，就是这个失忆这个事儿，似乎特别难想象，对吧？好像没有人觉得说失忆这个事儿是我一下就能想通的事儿。其实不难，非常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失过忆，我们失了什么忆？我们失了自己的前世的忆，对不对？对啊，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前世是谁，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前世干过些什么。但是今天你只要拍下了红钮，你就能知道你为什么不拍。对，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动图 GIF， 你截一下你就知道，哦，我前世原来是一只小猫咪，啊，我前世是一条美人鱼，那些都是假的。今天这个按钮是真的，
对不对？一个真的按钮摆在你面前，这对你的伴侣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幸运，因为他很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体验过2段人生的人。你为什么不要把这个幸运给他？刚才大王说他人缘很差，没有人来找他，没有人来帮助他恢复记忆，所以你拥有这唯一的机会，而这唯一的机会你要是不用了就没有了。啊？为什么不鼓掌？多好啊！第2点，大家说这个和我们前世不太一样，因为前世的人可能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但是现世的人有可能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面，题面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和伴侣幸福的结婚生子。为什么刘楠把这个想象的特别的不稳定、不确定、特别脆弱呢？为什么结婚生子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是最坚强的呢？为什么当我觉得我也许不敢回忆自己曾经的时候，而如果我结婚了，有我的伴侣，我有孩子了，有我支持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你认为今天这件事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儿，那我只能认为他们今天恰好就是因为结婚了、生子了，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才理所应当。我觉得这道辩题既不是应用题，又不是什么侦探剧，我觉得它是一种内心的关照。我们要考察一下一个最严肃的事情，就是记忆这个事儿。记忆这个事儿是快乐的吗？其实说白了，我觉得人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其实我们挺丧的。我们一想起来记忆这件事儿，其实不是特别的美好。丧的记忆固然是丧的，而曾经好的记忆，你会因为好的东西已经不在了，而继续变得很丧。记忆就是这个东西，记忆就这么，记忆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我选择要，为什么？今年过年回家，今年大年初3的时候，晚上我和我姥爷聊天，因为第2天是大年初4，我要走，我要回北京工作。我姥爷就看着我说，哎呀，你能不能再多待2天，多陪我2天？这是我如果有记忆的话，这是我记忆以来他第一次一个老人80多岁，他第一次用一个孩子般的祈求的眼光来问询我这件事情，来请求我留下。到最后我没有。1周之后我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那是现实就是这样。1周之后我就接到我妈电话，就我姥爷就过世了。然后我回到家之后呢，就要经历老人的这个丧葬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看着我姥爷的遗体，因为我有记忆，我想起了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小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出去玩儿，然后他骑自行车的时候，他说：“哎，咱们2个是老铁。”东北话里面有老铁这个词，就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咱们是老铁。这是我能记得第1个事儿。第2个事儿是几年前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姥姥去世当天，我姥爷从里屋给我拿出了50块钱，他告诉我这是我姥姥这1周本来要给我的零花钱。这我能想起来第2件事儿。第3件事儿就是我看到他的遗体的时候，我只能想起来，我就在几天前拒绝了在家多继续待几天的这个小小的请求。这个记忆对我来说特别特别的沉重。其实我今天特别特别想要一颗失忆的药丸，就把这事忘了，我没有那么多的愧疚感，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我姥爷曾经说的咱俩是老铁，这不就白说了吗？我做不到。所以我要背着这个记忆，因为记忆你不能简单的用它快乐还是不快乐去说，因为记忆里有重量，我就想感受一下这份重量而已。我就想我缅怀我自己我姥爷的时候，我有这个记忆可以抓寻，你知道吗？我想要去缅怀，人想要欢笑也想要哭泣，我总该有一个理由。但是今天失忆的这个人，他回头一望是白茫茫的一片，他找不到任何可以供他缅怀的事情，我觉得挺可惜。过年在家不是过年，就还是我姥爷这个去世那段时间，我就在家翻相册，大家发现
我们都有这个生活的经历啊。搬家的时候，我们要重新评估家里每一样东西的价值，对不对？我要考虑要不要换一台电视，我要不要重新换一张床，或者是沿用原来的沙发。但是有一个东西你从来就不会多想，你一定会带着，那就是相册，那就是记忆。就那几天我就在家翻一个相册，我翻到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从来就没有特别的注意过，但是那一天我特别的注意它一下。那是我妈妈，那是我妈妈在2001年的时候，她在国外做生意。那张照片其实已经照呲了。什么叫照呲了？就是她那个笑容特别过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拿着那张照片，我哭了很长时间，因为真的，我从这张照片前前后后，我想不到任何时候我亲眼再看到我妈能够笑成这个样子。她后来过得不是很幸福，这个记忆我是真的希望她能抹去。她经历了3番5次的离婚，都不是一次，她经历了3番5次的离婚。她经历了身体的癌症，她甚至经历了自己的儿子和别的男孩不太一样。她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再也看不到这个笑容。今天下午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妈，如果我能摁一个钮，就让你忘了这些东西，能让你有一个机会重新笑成你照片里那个样子，我宁愿你忘了我。你说要不要摁呢？”我妈说不要摁。为什么？因为笑成那个样子，我现在没笑，不是代表妈妈不快乐，因为妈妈笑点变高了。因为妈妈笑点变高了，然后她觉得自己的那些事情都克服掉了，所以我一定要，她如果失忆了，我一定会帮她恢复这个记忆。我会很残忍的让她想起自己离过婚，让她想起自己生过病，孩子还这个样子。同时我也要让她想起，你已经把这些都克服了，你曾经有多么的牛。我觉得就挺好的。那我说这些是不是有点丧？我讲个高兴点的事儿。我谈恋爱了。我谈恋爱了。我昨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我说，如果今天醒了，我失忆了，你怎么办？他说，我不会告诉你，然后我会去追你，我等到追到你了，我再告诉你，我们曾经也相爱过。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他挺会耍贱的。但是你既然说过了，对吧？你就别忘了你说过这句话。如果我明天发生了任何特别的情况，你务必来追我，你务必追到我，你务必让我想起来昨天我们晚上通过这个话。这道辩题，我们双方都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们正方可以讲说你之前的记忆其实是多么宝贵，比如说你知道自己巨额存款的密码。对方也可以说出我们的记忆曾经是多么的灰暗，我们遭受了多少的不公。其实举这种极端的案例都是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的，因为这边有一个，对面也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多了一个。更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要想想自己每个人的记忆，你们自己每个人的记忆，他们就是这么普通，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往往会，你就想起自己一个亲人的离去的时候，你也把自己感动到不行，但是你跟别人说的话，别人也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别人觉得特不特殊不重要，对你失没失过忆的人，客观上都超级特殊。哎呀，是不是得想一个 ending？ 对，以上。今天开场之前，我还跟康永哥说，
今天不能再哭了，昨天已经哭的半条命都没了。康永哥看了看题目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好好哭啊！哎，然后他跟我说他要讲点高兴的事情，我本来想高兴一下，结果就听说他谈恋爱了，我更想哭。看看如今宝贝儿如何接招，好不好？来，掌声欢迎！加油！你们还想哭吗？如果还想，我唱首歌让大家开心一下。我们想哭，唱。他现在很多才艺，让你的头屑陪你过夜。是别让你的头屑。别让你的头屑陪你过夜。但是这首歌好像没有告诉我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就一句。啊，只有一句。那表演完了。哦。好，来，刚才石达所有人都说这个辩题是什么题，什么题，什么题。他说他谈恋爱，说了很多感情的事情。我还没有谈恋爱。对我来说，这不是感情题，这就是一道辩题。我们看看啊，我说为什么不要恢复记忆？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这个钮有一个陷阱，你们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陷阱啊！到底它恢复的记忆是好的记忆还是坏的记忆？不知道。那到底如果它恢复是好的，是谁选的？它恢复的是坏的，是谁选的？还是它全部都恢复？最合理的就是不分好坏，全部都恢复，是不是？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是一个会遗忘的动物，我们每一天都在忘记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记忆里面可以存留的脑容量是很小的。它就像我们把西瓜放进榨汁机里面出来那些残渣这么少，非常少。但是现在这个按钮一按，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不管好坏，100%放进去，你就会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脑爆。你懂吗？就像你刚才的手机，你以为不见了照片，你回复，怎么知道他把所有的照片回复？内存不足。你以为只是脑爆这样简单吗？当你一次过拥有完你所有的记忆的时候，这些记忆是不会跟你划分轻重的，它是不会告诉你哪一个是你特别想要，哪一个是你特别不想要的，它就像一个打字机一样，打，全部进完进去。当你的记忆是没有轻重的时候，你的记忆是没有味道的。记忆不是越多越好，是越深刻越好。但是记忆越多，就越不深刻了。所以当我们要寻找一个记忆的时候，我们必须翻阅完我们脑袋里面每一片记忆，都可能找不到。你想一下，这时候我们是在什么处境？我们被困在一个记忆的牢笼里面了，我们找不到。我们分不清楚，所以这个结果没有你们想象中的浪漫，没有你想象中的勇气，也没有你想象中的美好，就只是一个记忆的牢笼。甜甜姐要陪他坐牢，还陪不到。就像我说的，我们每一天都在失忆。每一天都会忘记东西，我们会忘记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忘记到我们忘记了什么东西？你忘了什么？如果你可以答到我，其实你没有忘。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因为这个东西有任何的纠结。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记性不好？如果我说我忘记去年的今天我吃过什么早餐，这重要吗？不重要，因为它对我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的困扰。但是如果明天是高考，我今天忘记了我所有学过的数学题的那些公式，这有问题吗？有，因为它不让我困扰了。
对吧？对。你们知道吗？在以前的时候，我可以倒背如流任何人的手机号码，键标的是0123123451，我自己的是0122935678，但是现在我记不清了，键标的是0123123451。他现在没有用这个号码了，你们不用尝试打 ，OK？ 我记不清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手机可以记号码，我不需要有这个功能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记忆是工具，是我们完成任务、达到幸福的工具，它不是我们的目的。好事，宝贝好大。如果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说啊，我看到一个小孩子，他说，哎呀，我很烦。我问他，你烦什么呢？他说，哎，我不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到底吃了什么东西。我说，它重要吗？他说重要。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去年的今天到底吃了什么，这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在干嘛？他在自寻烦恼，他找的不是记忆，找的是烦恼。回来今天这一道辩题，这个辩题跟我们讲什么？这个人怎么样了？他失忆了，但是呢，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跟你们说过什么？记忆是我们的工具，幸福才是我们的目的。你们看辩题，幸福的家庭，你们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到了你们本来要去的目的地了。我们每次问我们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为的是什么？是要知道我可以去哪里。但是你已经到了这个目的地的时候，不要回头。不要回头。甜甜姐，幸福已经在了，不要质疑，你拥有很好的幸福。我问志东学长这道问题，我问他，学长，失忆了到底怎么办？他说，你幸福吗？我说幸福。他说那就够了，谢谢。这是一套宗教题。春夏有被说服吗？没有哎，还没有。那我再说一些。真的没有吗？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自找麻烦的人。我就是一个会害怕、会好奇的人。那如果当有一个我未知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它是一个盒子，它是一个按钮，我不清楚是什么，我可以带着这份秘密生活。我觉得这个压力会永远都在我心里。我可能不是一个很豁达或者很聪明的人，就是可以把它忘掉，我们开始新的生活。我做不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就是无时无刻的在想，它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他之前有什么，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会害怕。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携手的点开，然后一起去面对。看来如今真的还得再说一段。好，来，我们这边第二排的发言。好，首先菲菲，来，菲菲。昨天咱们为了父母哭了半天，全白哭了。就是你的记忆里就只有这些事儿吗？你们都没有爹妈吗？你就找了一个对象就都忘了吗？你不觉得你爹妈在等你吗？你们都没有家吗？你们这辈子就为了搞对象来了，没有事业，没有家，没有爹妈吗？哎呀，在这摁不要恢复，我真惊了！你们父母都老了，在家等着你就不回来了。因为我妈以前是记者，我妈91年在安徽出过车祸，然后就失忆了1年啊。咱们这现代社会就是给打电话用飞机接回来了，但是如果古代找不到，就这样跟别人搞对象了，我跟我爸怎么办呀？没人管了。你想过你们家里那些等你们的人吗？人不能活得这么自私。我告诉你们，我活到40岁，我懂了一个道理，就是爱不是索取，爱是给予。谢谢。骂观众会得票吗？好，潇潇。第
一句话回复臧鸿飞的老师嘞，臧鸿飞老师，失忆不等于失踪。大家懂我意思吗？第二，刚才啊，思达说了爱情，说了亲情，但他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婚姻。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没有提婚姻？大家觉得失忆很罕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比失忆更罕见的东西是什么？是你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能幸福生活在一起。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一直以来告诉大家的观点是，我不想结婚，我不想生孩子。现在有一个人让我愿意跟他结婚，让我愿意跟他生孩子，我得有多爱他呀？你们知不知道每个人的回忆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人？他可能现在跟我一样是一个快乐的傻逼，但他如果回忆起来像思达那样的故事，像思达的不管是亲情还是之前的爱情，把他造就成像思达一样多愁善感的诗人，我还能跟他在一起吗？不仅恋爱是自私的，婚姻更是自私的。所以我不帮他恢复记忆，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他跟我一直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傻逼，我不希望他是一个流浪的诗人。谢谢。来，那个陈明老师，主任回应一下如今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记忆确实是工具，记忆从来不是找寻幸福的工具，记忆是明确我是谁的工具。你刚才问了3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记忆的目的不是幸福，记忆的目的是明确自我的全部。大家可以想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有一天我的胳膊断了一只，我还是我这个人，对吧？对。那说明这只胳膊在构成我这个概念上没有那么必要。我有一天耳朵掉了一个，我还是我，对吧？我有一天心脏移植了，我还是我吗？是。换了一个新的心脏过来，我还是我吗？是。有一天我的记忆全没了，我的记忆挪到另外一个人的脑袋里去了，我的身体在这边，另外一个身体承载了我的全部记忆，哪个是我呀？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记忆是工具，在构成我这个概念的诸多要素当中，胳膊、肉体、心脏，哪怕大脑皮层的那个客观载体，都不是必要的，记忆才是你。所以当我们在我是谁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之下，获得的一切幸福都是极其虚伪和易碎的。对。你说到的那个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有着幸福的孩子，那个幸福是打着引号的幸福，因为每到晚上他想到20岁或者30或者25那个时间点之前的一片空白，他都会对当下的幸福具有强大的犹疑感。他在第一个核心问题我到底是谁上始终没有答案，他就永远获得不了真正的幸福。具体情节参见《金刚狼》。金刚狼那一部还记得吗？他注射完了之后，有人给了他一个名牌 Logan。他一生都在问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之前记忆全都消散了。他后面有没有在树林当中？有没有美丽的妻子？有他那么多看起来幸福的生活？他到老了之后，老年的 Logan 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次获得的幸福都那么轻易的失去？为什么每一个跟我带来幸福的人总会在我面前死去？就是因为在第一个我是谁的问题上没有答案，后面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幻梦。坚实的帮他理清楚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同时跟他一起去找寻第2和第3个问题的答案。谢谢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请不下凡的导师简单的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是全林老师先来还是康永哥先来？我本来其实都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每想到一个点就被一个选手说完了。直到陈明老师站起来提出了金刚狼，让我的记忆掀开了一个盖子。我突然想起来，真的不要轻易随便尝试回忆你是谁，因为金刚狼每次在梦里回忆的时候，啪就把自己女朋友给杀了。所以重点就是，记忆是个潘多拉魔盒，随便打开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从小每次搬家的时候，都会丢掉一堆成绩单。丢掉成绩单的时候，毫无惋惜。那些临时抱佛脚考试考出来的成绩单，对我没有意义，所以丢掉一点也没有关系。可是有一张成绩单我不想丢掉，就是我的记忆。
那是我的人生的成绩单。所以，如果我的伴侣搞丢了他的人生的成绩单，我会替他找回来。谢谢。来，罗老师请。哎，真倒霉，什么都被说光了。感谢我的辩论老师黄执中先生告诉了我一个方法论，就所有这种脑洞题本质上是一个应用题，我们要把它还原到不像这个题目表现的那么极端的日常情境中。那我给它还原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我要不要撤掉对我爱人的保护？刚才其实刘楠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的边缘。在现在的医学实践中，失忆绝大部分原因叫心因性失忆，因为它受到了强大的刺激，因为那么多不美好的事情，它启动了一个自我防护机制，它选择了失忆。你要不要帮他撤掉这一层保护？他自己在生活的流程中选择了，或者说亿万年的进化的基因赋予了他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你是不是要把这道防护墙给他撤掉？如果有小偷或者强盗进屋，作为丈夫，我能挺身而出。当邪恶的、不美好的记忆涌入他的大脑的时候，你拿什么来保护他？你要不要犯这个险？我想这道题目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这道题目对于我们反方来讲，有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是奇葩说这个现场，我觉得有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意志，这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这好像是一个底线。好，那我觉得这道题目再继续往深追问我们第二个问题，在尊重别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仍然有一些信息是不能告诉我们爱的人的？这是这个题目的实质。我在这里给大家坦诚一段我自己的事儿。我跟我的夫人是我在世纪佳缘上找到的，一直找，后来发现这一支还不错，然后就聊了大概3个月，在网上，然后我们约了一个地方见面，1个月之后我们就结婚了。当然在这么短暂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一个问题，他会问你以前谈过几个女朋友，我说我是初恋。我直到今天都咬紧钢牙跟我老婆说我是初恋。你觉得他会信吗？他不信。但是我就是这样说。各位，你们可能会觉得，那我应该坦诚，我应该告诉他。你真的会告诉他吗？你可能不会像我这么有社会经验，就是咬紧钢牙不承认。你会告诉他，我有1个前任，或者138个前任。你真的会告诉他全部吗？每一段的过程，每一个细节，你会说吗？不要假装自己是坦诚的，爱他就要保护他，有些信息不要说。刚才提到了金刚狼，我也想提醒大家看一部片子，叫《黑镜子》。保留完整的对此前的所有细节记忆，会毁了你的。你今天如果还记得小时候爸妈打你的每一分的细节，你孝敬不起来的。我们每一次对幸福生活的建构，伴随着新的记忆的涌入，必然伴随着对过去细节的遗忘。这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根本的机理，这是我们建构幸福的必经之路。在尊重对方、了解全部信息和坚持自我意志的前提下，
我们必须有一些权宜之计。这是这个题目的第2层，这个题目还有第3层，就是人的实质是怎样的。刚才其实陈明已经把这个话说得差不多了，我全部都同意。记忆不是人的一部分，记忆是决定你是什么样的源头。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天下午所有的观众，你们和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同事挥别，坐上车来到奇葩说这个现场，你们只是短短的分别了几个小时来到了这个录制现场，你们把亲人把同事留在了另外一个空间，然后你们有了接下来这么神奇的几个小时。当你们再次见到你的亲人和你的同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已经是另外一个人。这个现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对你生命的影响，你可能当时感觉不到，多年之后呢？不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沉淀和呈现方式就是你的记忆呀。现在我们面对自己的爱人，我们拥有了幸福的孩子，我们已经很好，我爱的是这个人，你真的要帮他恢复记忆吗？恢复之后，不是他捡回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是他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要爱着另外一个人吗？你没把握，你爱的是这个人，你为什么要帮他恢复记忆？我们每一个人的来源，是我们此前一切经历的总和，丢掉一部分，就少了一部分。画蛇添足加了一部分，我们也就不是今天的自己。我们和记忆的关系就是这么的奇妙。我再重说一遍，记忆不是你现在的一部分，记忆每增加一点或每减少一点，你都将变成另一个人。以上。相信今天走出这个演播厅，春夏也不会是来之前的春夏，变秋冬了。你跟罗老师的关系，因为刚才这段辩论应该有缓解哈。没有，还是一如既往。好，马老师结辩来。我发现站起来显瘦。哎呦！昨天回去看素材，我发现坐在这儿人非常臃肿。你说谁臃肿？啊，坐那儿显得臃肿，实际更臃肿。谢谢罗老师。罗老师刚才的那个角度很奇特，听完了以后的感觉是我应该失忆。没关系吧？我没失过忆，我估计咱们这个现场里的好多人都没有，但是我断过片儿。不是经常吗？后来我去查断片儿是什么，说断片儿是酒精导致海马体受损，所以你失去的是短时记忆，不是长时记忆，不管这个短时有多长。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有很多失忆的人，他失忆了，但是他会说话；有人失忆了，但是他醒过来会开车；有的人学外语，他失忆回来，他也照样张嘴说英语。按说失忆了，这些不是都该忘掉吗？不是，他只是忘掉了他记忆里的一部分，这叫失忆。但是有一点，他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他知道他失忆。为什么？因为他想不起来他的过去，他想不起来他来时的路，他和他的故乡走丢了，他无力改变，所以他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你们结婚生子，但是你会经常的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发呆。他不愿意提起这件事儿，因为他知道你们都无力改变，但是你一定会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发呆。
你一定会看到他早晨起来比你起得早，而一个人望向窗外。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他痛苦，因为他跟他的故乡走丢了。所以失忆是什么？失忆是乡愁。我们说人长大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他就是丢了。这时候你有一个按钮，你要不要按？对方告诉我们一堆不要按的理由，我就想问，你们怕什么？我怕找回的记忆替代我，对不对？我跟他有孩子，我们幸福的家庭，突然我按了按钮，他发现那边还有一个家，还有俩孩子。但是你知道他找到了那个，并不意味着他把你忘了。记忆不是替代的，你帮他找回了记忆，但你还存在。你们共同的几年的生活，你们共同的孩子和婚姻都在。你怕什么？如果这一切都不怕，我们再回来说，你看看他的目光，就像他一样在那儿发呆。为什么？我说了，因为他失忆，而他记得他失忆。失忆是乡愁。我跟你讲，大概只有失忆的人懂什么叫乡愁，但也有例外。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就有这种例外。1949年，同样是中国人，因为战争的原因，被硬生生的相隔两地。一部分人在台湾，一部分人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电话不许打，写信不可以，更不要说见面。所以40年来，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面临过一个巨大的灾难，叫被动失忆。因为我记得我有妈妈，我记得我有亲人，我记得我有故乡，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1987年，台湾发起了个运动，叫外省人返乡促进会。他们在报纸上发了广告，呼吁台湾当局开放2禁或者3禁，让他们返乡。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你还记得你的妈妈吗？你还记得你的亲人吗？你还记得你的家乡吗？他们说，40年之后，我去了，亲人在，生奉一杯茶，死献一炷香。这是什么？这就是和失忆一模一样的东西，叫乡愁。因为你忍受不了忘了你是谁。你们肯定都背过余光中的那个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张邮票，我在这头，妈妈在那头。长大了，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再后来，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妈妈在里头。这就是失忆的痛苦。所以今天这个现场，乡愁就是那个红色的按钮。你的手在上头，那个美好就在摁下去的下头。以上。好，来1分钟回来，1分钟回击，加油加油！现在我宣布，马东老师100%的说服了我。
他用他浓烈的情感、渊博的知识，论证了一个道理：当你的爱人不幸福、不快乐、有乡愁的时候，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吧。他别说要恢复记忆，要我一条命我也就给了。所以，这并不是今天辩论的题目。我用站起来的方式向马东老师表示敬意。你为了辩论，已经篡改了题目。我们的题目是：他们已经幸福地活在了一起。没有乡愁。没有乡愁，没有马东老师描述的，在傍晚看着窗外，没有。所以，如果这是法庭，一会儿决定权要交给100位陪审员大人，我必须说，对方证人证词非常感人，然而不符合我们今天辩论的话题，请书记员不必记录在案。不管你面前的按钮是乡愁，还是你是个书记员，都由你自己决定，因为在奇葩说，你说了算。各位。红色恢复，蓝色不恢复，请选择。3、2、1，好，停止。我们待会儿再来看结果，来问问我们春夏现在的观点，还没改变？当然没有了，当然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断片过，刚刚断片那个其实特别贴切，因为反正我每次喝完酒断片醒来，我都特别想知道我前一天干了什么，我跟谁说话了，说了什么，我是说了真心话还是场面上说了什么，我特别想知道，我有没有乱亲了谁，我都特别想知道。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失忆人的心情。他真的跟小 S 好不一样哦。啊，因为小 S 喝醉之后断片，他是一直传短信出来，而且是声音的短信，半夜2点之后传30条声音的讯息进来，然后我就第二天他清醒了，他就会怀抱着一丝期待说：“我昨天晚上没有骚扰你吧？”我说：“没有吗？我现在让你听听看第一则。”他会立刻说：“不要不要，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所以如果人有羞耻心的时候，他可能不想要。他此刻是好奇心盖过了他的羞耻心。对吧？他因为还有可能他没有出，人家还没有做出什么不好意思面对的事情。等到有一天你做出了，你就觉得忘了也就算了。对，可是我有过这样一次，就是我发过去了，然后我肯定是给对方打了很长的语音还有文字什么，但我自己这边删掉了。然后我就问对方，我说我给你发了什么？他说你不要知道比较好。我说好，我当时说好，但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我到底给他发了什么？我非常好奇，我变得跟那个人没办法做朋友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干了什么，或是尴尬的事情。对，而且他到现在也没告诉你吗？对，我们已经不太联系了，因为我无法自处。我觉得你发出那个内容之后，他已经决定不要跟你联系了。应该有可能。好，那春夏是我们真的是经历过的一个比较。嘴硬的啊，对，真的，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结果，来，请看。哇！今天我以为是16票，你们多少票啊？1票选到我们的来由纯真3年来给我们带来的10万元的纯真奖学金，来祝贺！来祝贺！好。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拜托春夏，还有康永哥和全林，首先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板上写上正方的3位当中，你们觉得表现最可爱的一位奇葩。正方有甜甜、蔡聪和姜思达。好，请写。翻过来，要在反方的3位当中
选出一位觉得没有那么可爱的奇葩。何老师，我来帮春夏介绍一下呗。中间那位是哇塞，这也能卖得出去的闲鱼 APP 的使用者刘楠。第3位是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饮料的爱好者大王。春夏。记得写完了以后用爱奇艺 VIP 收看奇葩说，因为吃嗨了喝嗨了不如看嗨了哈。来，那我们先来看看正方获得黄星星的是谁？来，各位请亮出你们的选择。有2位选了思达，1位选了甜甜，我们祝贺好，我们再来揭晓。首先看康永哥的答案，康永哥选了大王。再来看春夏的答案，春夏写了刘楠，下面写了是爱奇艺 VIP。好，谢谢。好，下面再来看我们张老师，没事儿，非常纠结的答案，来，大王啊，真的，大王今天很棒，来，大王，跟你说，以后女神露肩膀的时候不要露肩膀了。感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播出《奇葩说》，我们谢谢春夏，请大家密切关注到后面的所有的作品，我们下期再见。